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三重馆这里，现在时间是6点半，我已经排到成吉思汗的门口了，大概排了1个半小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我回到家里要吃馆长的排骨便当啦。整体的便当长这样，还蛮大的。其实你看那个排骨，跟我的手一样大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三重馆这里，成吉思汗三重馆。现在时间是5点20分，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已经有人在排队啦。但是我刚才进去问了一下，他可能沟通上有问题，柜台的人不知道说到底是要怎么排队，或是领号码牌之类的。现在要等电商的人来，那就只能等咯，还有40分钟。待会买便当的时候再看状况咯，也不知道里面可不可以拍，所以看我的下一幕。现在时间是6点半，我已经排到成吉思汗的门口了，大概排了1个半小时，前面大概还剩下10个人。他这一次只卖各50颗，分别是脆皮烧肉跟排骨，然后限制1个人只能买1个，但是因为一开始并没有规划，他们2个部门没有做勾串，所以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排队。问柜台，柜台说不知道；问电商的客服人员说跟柜台沟通过了，然后之后再问柜台，就说照外面现在排队，但是其实我是已经排了，之后想说大家都不知道，我进去问一下，然后我再出来的时候，后面已经排一堆人。他这次便当1人限购1个，所以轮到我的时候已经只剩下排骨，没有脆皮烧肉啦，所以这次只能开箱排骨给大家看，非常的不好意思。明天的话是鸡腿跟控肉，但是我也只能开箱控肉啦，因为只能2选1呀。终于要轮到我了，但是我只有排骨可以选。阿挂脆皮烧肉饭，但事实上都是排骨。谢谢啊。好，1个排骨。对。谢谢。Hello。谢谢。好。嘿，经过1个半小时排队，我终于买到了排骨便当。没有办法，只能买排骨啦。那我们现在就回去试吃吧。Ciao。Ciao， 大家好，现在我回到家里要吃馆长的排骨便当啦。像之前讲的一样，因为排队的人太多了，虽然说我是先去，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到底那个排队到底是不是真的排队。所以我就去柜台询问了，那柜台的人员也说他们不清楚这状况，是要问电商的，所以我就打电话去问客服，客服回答我说他们有在跟柜台沟通了，所以我又回去找了柜台，柜台再通话，再去确认，最后他们就拿了红龙吧。那个叫什么？反正就让人家排队的那一个，拿到外面给已经在排队的那些人去排队。但是这就有个问题啦 ，Logan 我原本也在队伍里，但是因为大家队伍里的都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排队就算是，所以我就跑去柜台。等我问完，他整个出来，柜台的人用好，后面就已经排了50几个了。当我要再回去排队的时候，前面就已经都爆满了，
但是柜台的员工他也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处置啦，因为像我回去中间插进去，人家一定后面的都不高兴，所以我就只好默默的走到最后面去排队。所以说馆长这一次的试卖会，其实跟上次的试吃会在安排上是比较有欠缺的。然后因为各限量50个，一个人也只能买1个。当员工过来问我的时候，就已经剩下排骨了，看我要不要买而已。好险，上次 Logan 我的试吃是试吃脆皮烧肉，这次刚好我就买排骨来试吃给大家看。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整个便当长怎样。整体的便当长这样，还蛮大的。其实你看那个排骨，跟我的手一样大那 Logan 现在来试吃一样，看看差异在哪里。像它这次的配菜就没有跟上次完全一样，有啊，豆干是一样的，高丽菜也是一样，青菜好像不一样。然后排骨的配菜，它下面有香肠，跟这个甜甜的，我不知道这甜甜的叫什么，看到吗？然后就没有小鱼干跟菜爆了，因为那个真的是太辣了，没有办法，连我吃辣的都受不了。他那时候有附黑潮水，我就直接干光一瓶，真的不好小。现在试吃啦，第一个一定是吃它的主菜排骨，听说是先炸再卤的，排骨看起来就很厚，从侧边看的话，有没有超厚？口味是有点偏咸，但是很软嫩，有没有？里面的肉也没有说很薄哦，很大一片。再来试一下上次吃过，对于我吃辣的人是微辣，对于没有吃辣的人是小辣的豆干，五香豆干，一样是维持它的辣度，但这个 Logan 我是可以接受的。再来试吃它的青菜，它是有炒蒜头下去爆香去炒的，吃起来蛮新鲜的。再来是高丽菜，高丽菜这个口味就有调整过了，上次的高丽菜是蒜味还蛮重的，这次蒜味重的是青菜，它高丽菜的蒜味就比较没有那么重。然后试一下香肠，它香肠还蛮香的，香香甜甜的，不错。再来试一下这个，这个应该是跟一般的都一样的啦。也没有我以为它会跟外面一般的一样，其实不太会，因为外面一般的它的甜的味道整个会盖住它这个本身的味道，但它是淡淡的甜，又测出它本身的味道。这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做的啦，吃起来像豆干丝。最后的卤蛋，卤得很香，都有入味。最后再吃一下它的饭，上次我就漏到没有仔细讲饭的部分，可能要先清一下，因为其他的配菜味道盖过了，那我吃不太出来饭的味道。再试一试啊，它饭其实算粒粒分明，又不会太黏的那一种。然后加上因为卤排骨，它的卤汁会往下渗，吃起来就很香。所以整体这样 Logan 吃起来是觉得说，比上次的味道调整到比较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，就算他不吃辣的人。整体下来，我觉得这个水平也是你去一些简餐店吃的水准，所以说140，不管是台北还是新北、双北地区，应该都是可以接受的，因为吃起来就是你去一些百货公司吃定时简餐的水平。但是脆皮烧肉的话，可能没有办法双北，只能台北市那边的消费水平
才是差不多落在220的价位。但是我这次已经没有办法去试脆皮烧肉，上次试过，我觉得改的应该是配菜啦，但是不知道，大家可能要自己吃吃看。好啦，现在就让我慢慢的享受我的晚餐吧。有兴趣的朋友们，等馆长他在网络上开始销售之后，可以去买来看看。我是蛮推荐，如果你有那个条件的话，可以去吃馆长的便当。因为说真的，外面的便当其实都蛮重油重咸的居多，你吃完你整个就会觉得喉咙卡卡的有痰那样。馆长的比较不会，用的油量应该都比较偏少，可能因为健身房，所以厨师也是专门对于食材跟健康方面有去做研究。好啦，今天的试吃就到这里，让 Logan 慢慢完成我的便当吧。相信没有人想要看我在那边吃便当。我们下次见啦，加油！